入手了。阿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，姑姑，你可以放下心中大石了。是啊，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盼到今天，真的很开心。太好了。老板娘，既然今天这么开心，就打铁趁热，给季氏再加一把火，让婷婷姑娘留下来吃饭。连菜色我都想好了，糖醋鱼片、红烧鱼尾，还有炸鱼骨、寿酒。毕大人好主意啊，留婷婷下来吃饭，那阿诗可以慢慢的好好跟她相处。是啊，我去跟他们说。包在我身上。好。你点那么多菜，你煮啊？我只会吃。 你只会吃，你又说包在你身上，你厉害，你煮啊！等一下加把劲啊，煮好吃一点，让这条鱼死得值得。喂，思文哥，我们别做毕师兄那些菜了，太油腻了。阿诗身体不舒服，我们做些清淡的，比如说山药鱼片汤。我师兄说过，山药有益人体，各种体质的人都能吃的。也可以用这条鱼来煮。是你自己想吃这条鱼吧？ 啊，我知道了，你假公济私哈，信口开河，答应少聪做那么多的菜，我们是不会帮。啊？喂，哎，Kevin 啊，你欠我的3万几时还啊？喂，你干什么啊？ 如果加了之后不好喝的话，罚我一个人喝完的。加了菊花之后，有助阿诗的风寒，这样你都想得到，毕师兄你行啊！这道菜很特别，是什么？菊花山药鱼片汤，吃了对身体很好的。阿诗，快盛一碗给婷婷姑娘喝，快来！没事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没事。真的很谢谢你们，特地为我准备那么多菜。 不用客气，难得你留下来吃饭，而且我们很久没有聚一聚了，应该庆祝的。谢谢。婷婷，这是冬瓜茶，你还爱喝吗？你还记得？当然记得了，不管是大事小事，只要是关于你的事，阿诗都记得。是。李大人，你干嘛拿着矿泉水喝啊？这矿泉水是要卖给顾客喝的，不是我喝的。下次不要再拿了。 今天那么高兴，喝一瓶又何妨？口渴的话，来喝这个，我们自己煮的冬瓜茶，汁糯里且可，很好喝的。哎， 哎，今天那么开心，怎么可以少了歌唱节目，对不对？来，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歌唱天后李少彤。欢迎！我要开嗓子啊！哆瑞咪发嗦拉提哆 ，OK， 可以了。来来往往大街小巷，行人海匆忙，我寻寻觅觅找个地方，来吧尽情疯狂，我开开心心歌舞飞扬。老板娘会狮吼功，那是千里传音啊！这个是麦克风，可以扩音的。在屋里头胡思乱想，天天都有好心情。 不管刮风或下雨，偶尔难免不如意，还说好，也没什么值得生气，天天都有好心情，会不会有问题？只要能快乐在一起，就算平平凡凡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有什么关系？ 毕大人耍狼手嘛，婷婷以前是武术高手呢。哦，你也是高手，你是哪个门派的？毕大人，你吸引诱犯呐！婷婷啊，不要管他们，他们整天假扮古代人呢。你练什么武功呢？我很久没练了。对不起啊，我不应该提起以前的事啊。
没关系，我现在也有了新的兴趣，除了在帮人家做心理治疗，我也在写作。哇，都写什么？都是一些关于心理学的个案。对了，我上次出版了2本书，我下次过来再拿给你们。哇，婷婷你好厉害啊，居然是美女作家。除了是心理学家，还是美女作家，给你一个赞。到时候送我们多几本，还要请你签名啊，我才可以跟我朋友炫耀，这位女作家是我的朋友啊。好，果然是秀外慧中，婷婷姑娘，迷一佩服。 Mr. Dan 啊，我是用你的手机打给你的。好，修好了，你过来拿吧。好的，谢谢，我会再联络你 ，thanks。好，拜拜。希姐，你鬼鬼祟祟在我后面干什么啊？这手机比亮亮的手机还要好使，不仅能接你传音，还能看到对方。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都是这样的啊。思文兄，哦，你有这么多台手机，能否给我一台？当然不可以了，这些都是我的顾客的手机，我还在帮他们修理的。我今日才知道，这思文兄除了厨艺出众，原来还会修手机，实在是才华横溢。更难得的是，这么多年来，对老板娘不离不弃，不计报酬，尽心尽力的工作，真的是这个世间上少有的深情奇男子。不过你怎么知道我跟少彤的事啊？这当然是老板娘跟我说的呀。他怎么可能会跟你说这种事情呢？如今老板娘对我信任有加，不需我多言，你也是看得出的。老板娘对你感激不尽，她不时还会跟我提起你的好，说的时候还是很感触的。哇，他对我的评价这么高啊！只可惜，可惜什么？只不过这老板娘对潇洒兄也是同样感激不尽啊！你们两个实在是旗鼓相当，不分上下。那天老板娘还问我呢，啊，她问，毕大人，他们两个人都对我这么好，那你说谁才是真心的呀？哎，那你怎么说啊？我接下来会怎么说，就要看思文兄怎么待我了。哦，我明白，我明白。你等我一下。毕大人，刚好这只手机是多出来的，你先拿去用吧。哎，不行不行。哎，不行，没事，真的不行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拿去，真的不行。拿去。那既然思文兄盛意全全，缺之不恭，那我就只好收下了。哎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只是以后你跟少彤谈心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帮我？哎，那是当然了。谢谢你。哎，我现在要把我手机交给我的顾客了。好，你忙，你慢慢用。好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忙，你忙。孙哥，明义。喂，你也太过分了吧！思文哥是个老实人，这样你都骗他东西？我没偷没抢，是他心甘情愿、双手奉上的。你骗着手机来干嘛？你想和谁通话啊？我拿来玩。只要我想得到的东西，就一定会得到。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得到什么？娜，我警告你啊，不准再用坏手段逼阿诗帮你穿越，我看着你的啊。那个窝囊废，他现在和那个心理医生复合有望，整天沉迷女色，我才不指望他。我不靠他也能穿越。你又想怎样啊？啊？
做神。你看看你这副丑模样，少一点骂我。 你才丑啊！穿越是很复杂的技术，费用可不便宜啊。请爱迪生博士，务必要帮我实现这个愿望，多少费用我都愿意付。一条蚯蚓，4个鸡蛋，回大明，终于有望了。 阿四，阿四，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啊？姑姑，世文哥，潇洒哥，走，睡不着就出来做做运动。干嘛睡不着？你昨晚不是很开心的吗？你有心事啊？有心烦的事一定要跟姑姑说哦。姑姑啊，我问你啊，做人是不是不应该贪心啊？你为什么这么问啊？婷婷已经不恨我了，而且也把我当朋友，我应该感到心满意足才是。你想跟婷婷复合？我知道我不应该这么贪心，但是我心里还是忍不住。这不叫贪心，这叫做有进取心。对呀，哪叫做读书一样吗？我们读完高中就要读大学，读完大学就要读硕士、博士，这哪也叫贪心，对不对？这叫 upgrade。是啊是啊，人家说啊，性格决定命运。过去几年你很消沉，没有斗志，散发的都是负能量，运气当然不好。可是现在不同啦，现在你想振作，充满的是正能量，运气会慢慢好起来的。婷婷对你的态度也会改变，要有耐心。是啊，阿世，打铁趁热，赶去。可是我怕把他吓跑。怎么会呢？我问你，你读书的时候有没有向女同学借过 rubber？ 有，这个我常常都借的。我不是问你啦 ，rubber？ 对呀，橡皮擦，你向女同学借 rubber 呢，就有借口接近她了吗？对不对？那就好像我读书的时候啊，那些女同学啊，不止向我借 rubber， 还借 pencil 啊、ruler 啊。说重点。说重点。重点就是要追女孩子呢，最重要是要有好的借口。好的借口。医生啊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你只需要帮我写一封信，证明我没有暴力倾向，你的工作就完成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要我写这封信？我妈要我报读国外大学，但是我在这里背弃了大过，所以我需要你帮我解决这个问题。是3个大过，而且都是打伤人。所以打架就是有暴力倾向，那全世界不就很多人都有暴力倾向了？你有没有暴力倾向？我们得经过几个疗程，我才能够下定。算了，不如你直接告诉我，你要我怎么样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当你觉得心情烦躁的时候，你可以多做运动。运动啊？有啊，打拳不就是运动了吗？运动是能够让你宣泄精力的方式，不是让你把重点放在打伤人，这是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？我打拳，但我没有打伤人。能不能尽快拿到报告，就要看你肯不肯跟我合作了。严医生，李先生来找你了。嗨，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有个东西要给你看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名医随身带的玉佩。老板，怎么样？这古物是真的吗？
这一排，看它的雕工图案，的确是来自明朝的遗物，而且还是用特别的玉料制成的。为什么它能保存那么好？你们是怎么得来的？现在你相信了吧？他们的确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。会不会是名医偶然间得到的，而不是他从明朝带过来的呢？刚才老板都说了，这块玉经过几百年之后是不可能保持的这么好的，除非他们真的是穿越过来的。你想不想找他们谈一谈？也许可以给你的新书带来一点灵感呢。可以吗？他们会愿意吗？没问题。不过他们最近不太方便出门，你可以去我的店里面找他们。明一，嗨，婷婷姑娘，怎么不在外面和大家聊天啊？我有东西要还给你。哎，我这玉牌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我跟技师借过来看的，他叫我顺便拿来还你。谢谢你。这玉牌真的很特别哦，是祖传的吗？不是，这是我师兄那位高人朋友送给我的，给我出门保平安。也不知道那里的家人朋友是否平安。你想家了？我离开的时候，师兄和雅三姐都受了重伤呢，也不知如今情况如何。对了，婷婷姑娘，我一直都想告诉你，嘿，你真的是跟雅三姐长得一模一样哎。雅三，雅三是谁啊？我觉得她很有可能是你的祖先。她本来是得了聋哑病症，不过呢，我师兄把她给治好了。后来她也与我一结艰难，所以她是我姐姐。师妹，别只顾着说话，忘了干活。哪有忘啊？我这不是干着活吗 ？Sorry， 我好像打扰你们工作了。不会。厨房、种地、闲杂人等，最好就不要在此处了。那我下次再跟你聊吧。婷婷姑娘，你不需要急着走的。他跟你开玩笑的，别理他。哎，对了，你刚才跟我提起的师兄是写《本草纲目》的李时珍，那这位是？啊，他是我在天一门一同习武的同门师兄。李时珍呢，是拜在我父亲门下学艺的师兄。哎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美食啊！色香味俱全，我亲手切的。你买薯片给我就好了嘛。OK， 来，你叫我。咦，这不是诗文叔叔的手机吗？是啊，他送给我的。我现在已经会用它来拍照了。我刚才拍了几张照片，我给你看一下啊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手机的 video， 可能是别人 download 的啦。要不要我教你怎么 download video？ 好啊。你先选你要的 video。怎么选？然后你按这个。哎，对了，啊。这是多少钱啊？3万块。3万块。对了，还有这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人有神经病。神经病是什么病？
就是人的精神不正常，做不正常的事。啊，对了，他像以前的记事狗狗一样。那不是风筝吗？居然说老师没有风筝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不客气。毕大人他是不是对每个人都这么不友善？毕大人他是明朝来的锦衣卫，所以他的脾气还有价值就会比较大。锦衣卫，连电影里的人物都被你遇上了。那他身上有什么东西可以证明他的身份吗？他好像有一个腰牌，不过他把它当成宝贝一样，我很难拿来给你研究啊。那他平时……婷婷，妈咪，你怎么回来也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可以去接你啊。知道你忙，所以不麻烦你。最主要是想给你一个 surprise。你真的 surprise 到我了。Hello， 安妮索菲亚。你是季氏？安妮索菲亚，好久不见。踢他！拿刀砍他！拿刀砍他！你要多少钱？我给你。你有钱是吧？给我3万块。我没有那么多钱呢，我还有女儿要养的。没有。捅他！啊！捅他！捅他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在干嘛？救命啊！啊！哎，救命啊！一边吃吧。哦，没事，我没事。想不到你这里也有武林高手哦。知道什么叫卧虎藏龙啊？走啊！毕师兄，你为何如此对潇洒哥？我没有对他下重手，我只是想让他受点皮肉之苦。就算他曾经亏待你，你也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吧？你这人就小气。你可知道，他笑你脑子有病？难道他笑了，我脑子就真有病了？既然没有，何必在乎呢？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胡闹了。你不在乎，我在乎。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啊？我在后面被人家打劫啊！他们要跟我拿3万块啊！我们的后巷一共有多少个人啊？大概2、3个人吧。哇，这些抢匪怎么那么猖狂啊？大白天打劫啊！少统，如果以后你出去要特别小心，最好是由我陪你去。嗯，你伤得那么严重，要不要去看医生？潇洒哥，我看你这也只是皮外伤而已，我上了哪个药就给你推一推就没事了。你报警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我怕那些匪徒还在附近，我一个人我不敢去啊。好，我陪你去，我陪你去。哎，且慢，潇洒兄，匪徒可曾抢到你的钱？你当时身上真的有3万块？哎呀，谁会把3万块现金带在身上啊？那依我所看，我觉得这些不是抢匪，这些人是故意针对你而来的，是你的仇家。可是我没有得罪人啊。哎，潇洒兄，你平时说话太过耿直，或许是你得罪了人而不自知，这个很有可能。又或者是那些行侠仗义的人，暗中要教训你。不是什么武侠片，潇洒又不是什么大坏蛋，为什么要教训他？
这你就不知道。潇洒兄虽然人物大海，但是平时说话不太老实，特别喜欢骗女人。我哪有骗女人啊？潇洒兄，那你想一想，抢匪问你要3万块，为什么不是要2万块，或者是4万块，而恰恰是3万块呢？对啊。莫非潇洒兄真的有3万块，而被人发现了？是啊，你什么时候有这么多钱的？你去打抢银行啊？我怎么可能会有3万块那么多？你们不要听他乱讲啊！潇洒兄，如果你要跟蓝衣人说抢匪问你要3万块这件事的话，那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，你可得解释清楚了。哎呀，少彤啊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些匪徒为什么只是要跟我拿3万块的。啊，算了，我看我也没有什么损失，就不用报警，那么麻烦了。真的吗？还是去报个案比较好啊。潇洒哥，你用这个推一推就没事了，用力推。我帮他推。不用，我自己。我有力，我有力。来，不用，来，我自己来可以。来，痛，哇，痛。通则不痛，通则不痛，忍一下就过去了。痛！你跟潇洒不对劲。从何说起？你一定是跟他有什么协议？没有这事，你想多了。我不信。你一定是收了他的好处，要帮他撮合他和少统。你两边都收好处，你太没信用了。四文兄，我岂是2面3刀之人？你太小瞧我了。你到现在都还没有帮我做到任何事情，我不管，我要解除协议，把手机还给我。你我定下的盟约，岂能随便就消除？这种撮合之事要从长计议，不能操之过急。我看你是不懂得怎么撮合我们吧？谁说我不懂？我是在等待时机。不要再等了，赶快帮我跟少彤制造一个浪漫的相处机会。何谓浪漫？浪漫就是到一个又舒服又美丽的地方，吃着烛光晚餐，喝着美酒，听着音乐。最主要的是，一定要单独相处。不妨花烛夜。还没有，我们是很纯情的，没有这么快到那个地步。你的浪漫就是什么都做，就是不洞房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那简单，我安排。好。老兄，你好，我叫黑豹。我刚才无意间看到你的身手，果然是厉害。你就是用那个麻包袋。你带如何？你说话很 Q 啦。我只是简单欣赏你的身手，想跟你交个朋友 ，OK 吗？哎，啊，且慢。喂，你看什么？这是你的，喜欢啊？
下了。我是黑暗的光芒。我追寻南北河此作节，急若奔雷，比我的千里驹强太多，而且还不虚喂食，不会与人闹脾气。若用此上战场杀敌，定会所向披靡。你喜欢的话，我下次教你骑，让你骑个过瘾。当真？妙极妙极！黑豹，毕正，叫我毕大人。毕大人。看他脏话一现，是非黑白颠倒，他们只手遮天，带着火种走在黑暗世界，方向光明就在眼前，奉献了。师妹，剥核桃，难道你要做南枣核桃糕？一个大男人竟如此爱吃甜食。因为这里的伙食啊，味道奇差，难以下咽。是，那这有蛋糕，你吃还是不吃？老板娘买的。婷婷姑娘带来的。婷婷，她来做什么？找我聊天。与她有何可聊的？聊我们在大明的事啊。你都跟她说了？那当然。蠢！什么？你可知道，你说的都是线报，是非常值钱的东西。你分文不取，他就给你2块泥土，你就什么都说了？我才没你那么现实呢。婷婷姑娘可是个好姑娘，而且她跟雅三姐一定有渊源。我看着她就觉得亲切得很，所以我什么都会告诉她的。我真的想不明白。这雅三又聋又哑，傻里傻气的，为何你与他如此友好？你闭嘴！你还敢说呢？真不知雅三姐有没有被你们这些警卫给整死？师妹，你先别恼，你气我也于事无补啊。我现在也不知道，这李时珍与他到底下场如何。不过你说，师兄他留下了《本草纲目》，雅三姐留下了后人，他们应该是平安无事的，对吧？这只是我们的猜测，我们要真正回到大明，才能确定他们俩是否平安无事。如何回啊？师妹，我有个办法。不许花言巧语，骗阿诗帮你穿越喽！我早就不依赖那窝囊废帮我们穿越回去了。不过他呢，倒是可以帮其他忙。我认识一位高人，他有能力能帮我们穿越回去，但是费用是3万块。什么高人？你如何认识的？这是机密，你无需过问。但他的能力我已经确认过。那，你只需要问李济世借3万块。但是上次把你打压阿诗赔钱，阿诗都拿不出来，此刻应该也难吧？那他可以帮我们筹钱呀。他偷也好，抢也罢，只要他借给我们3万块，到时候我们回到大明，我们在那边埋下1、2件古玩，他在这里把它挖起来，到时候别说3万块，他这辈子都可以衣食无忧啊。你再容我想想。师妹，等我们回到大明，
就能知道李时珍与雅桑的下落。明义啊，我想进去帮阿四求一次签。好啊。一年做事急如飞，君儿宽心莫迟疑。贵人还在千里外，音信月中渐渐知。这是刘志远见三阳的典故。这是帮我侄儿求的签，是不是一支好签啊？你侄儿一直被某些事所烦恼，不过最近有好消息了。好准啊！这表示你侄儿需要贵人相助，多数是女贵人。有贵人帮忙那就好。看来阿四的运气啊还蛮不错的，将来应该没问题。明一，你刚才不是求了一支签吗？给昂哥看看，帮你解一解。我的是樊梨花。灵符一道传天下，一任锦旗还走马。内宣修德安中国，外则神威震四夷。这是樊梨花下山的典故，你就像是樊梨花一样，是个女英雄啊！命中会帮助到你的意中人。我没意中人，你这可不准了。反正会有一个人因为你而获得成功。现在没有意中人，可能很快就会遇上呢。是一支好签，好好收起来。谢谢你啊。哎，少通啊，你回来就好了。我劝不到阿四啊，你自己跟他说吧。怎么了？林德啊又来找麻烦了。阿四说要帮他，都不知道他怎么想。我们不是已经跟他谈妥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找我们麻烦？苏 Will 找我的，他跟我说伯林德的体质很难受孕，又不想做人工受孕，吃中药他又嫌苦，所以想要用我们的药膳来改变他的体质。原来是这样，万一我们帮不了他，他会不会像上一次那样重伤我们啊？其实我帮伯林德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的，伯林德的妈妈患了重病。而且，他唯一的心愿就是想要抱孙子，我想帮他了了这个心愿。那你有没有治好过不孕啊？有没有把握啊？阿四，帮助不孕妇女其为调功。我师兄以前帮助过很多不孕妇女的，我也学得了一些法子。明义，你可以帮我。当然可以。医者仁心，莫说是把你打，任何人需要帮助呢，我们都应当是援手。阿四他以德报怨，是仁义之举，此事啊，非做不可。明一，谢谢你，有你帮我，我就更加有把握了。不客气，真的很准啊，明一啊，刚才你求的签不是说你会帮一个人成功吗？莫非那个人是阿四？罗师妹约我在此相会。为何却不见人影？乱世西风破惆怅，借烛光树感伤指尖流转。乱世刀剑火柔肠，着一生的戎装，因爱流放。拨乱时光低垂了眼眶，温热过往，你的爱曾是我的天堂。斩断伤滚烫，谁的泪光？繁华落身旁，只为你回眸一笑的模样。摇乱绝望，穿越了风霜，镌刻沧桑。你的爱曾是我的边疆。谁乱弹又一曲，为挽回一幕冰成霜。我是
毕师兄，你为何发愣啊？还记得这个吗？我当然记得，那时我刚入师门，基本功总是学不好，被师傅严厉责骂了一番，我都急哭了，你就把这个送给我。你当时就笑了，就像现在这样。毕师兄，我有一事要和你商量。且慢。哼，你这段时日都对我不假辞色，今日却笑脸迎人，恐怕一定是什么让我为难的事吧？哪有？你先听我说。好，洗耳恭听。毕师兄，你可信天意？我觉得啊，我们来到此处，实乃天意，一定是老天爷让我遇上师兄的后人，他要我帮助阿诗，这是命中注定啊！谁跟你说的？那个李济是跟你说的？不是，我适才和姑姑去求签，我求到的签是“凡梨花下山”，解签人告诉我，我必成就一人。我觉得那人一定是阿史。别人说什么你就信？毕师兄，我想留下来帮助阿史。留下来？留下来？你不回大明了？不是不回，是暂缓回去之期。待我帮助完了阿史，再回去也不迟。你为了那个窝囊废，大明你都不回，你不管李时珍和雅三的死活了。也是你告诉我，师兄跟雅三姐都要留下后人，代表他们平安无事，所以我才觉得可以暂时延迟。你胡扯！是你害我来到这个鬼地方的，你现在还流连忘返，你想让我再继续受尽屈辱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我已经想好对策了。阿诗告诉我，我这块玉牌可以卖得一个好价钱，我的给你，让你去筹钱。等你筹到钱之后，让你先行穿越回去，你说可好？我不要你的玉牌，路费我自己会解决，我不用你操心。你干嘛那么生气啊？你真的不要？不要就算了。等等，就知道你嘴硬，拿去吧。喂，没心没肺。我已经习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示内心最汹涌的心事，沉默中开始和寂寞对视，思念披上掩饰，你眼神像是不说谎的镜子，我看不到任何彼此的样子，我努力找寻位置，安放我名字，让距离最合适，显得很理智。可是爱如此真实，一打开无法收拾，我宁愿清醒的太迟，不敢放肆一次，等待继续太讽刺。可是爱无需解释。